近期各种上呼吸道病毒大肆流行，民众是否发现自己在生病后，咳嗽迟迟未好，这可能是结构性咳嗽导致。中医师指出，结构性咳嗽是因肋骨错位造成。造成肋骨错位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生病时咳嗽太严重、搬重物时肩膀筋膜歪掉、摔倒等都是。结构性咳嗽有以下5特点。中医师黄宪明指出，若常觉得自己感冒还没好，或一把年纪了却被诊断为气喘，就很可能是结构性咳嗽作祟。通常结构性咳嗽有以下5项特色：一、患者通常已经脱离感冒的急性期，头痛、发烧、鼻塞等症状已经消失，只剩下咳嗽。2、呼吸或说话时常会一吸气就想咳，一讲话就喉咙痒。3、呼吸的吸吐气常受到限制，吸气也吸不深。4、容易伴随情绪烦躁。5、音色可能发生变化，声带长茧，痰的有无有时候不是关键。咳嗽好不了是因肋骨错位引起。黄宪明表示，结构型咳嗽患者在吃遍中西医的咳嗽药后，却仍难以压制咳嗽，原因是这不是肺引起的咳嗽，而是肋骨错位无法随呼吸张开所致。人体在吸气时，大部分肋骨会被横膈膜往下拉开，就如手风琴可以一节一节拉开，而错位的肋骨就像无法拉开的手风琴，吸气时胸廓拉到一半便会卡住，并扯到位于肋膜的咳嗽受气，进而产生咳嗽。这种咳嗽声音听起来短促，很像呛到或运动岔气，不像一般肺支气管炎厚重浑浊的声音。为什么会肋骨错位？黄宪明提到，民众有肋骨错位问题，有可能是因之前确诊新冠肺炎，咳嗽太严重，一边咳嗽一边做事时把肋骨咳歪，或是搬重物时肩膀筋膜歪掉，扯到肋骨导致，还有摔倒或撞击到手掌、脚跟的力量传递到肋骨引起。而小肠、胃部、肝脏、肾脏等内脏在发炎后，也可能会沾黏到下端肋骨，引发肋骨错位。治疗结构性咳嗽要从结构性治疗开始。黄宪明提醒，传统认知中的中药止咳化痰与西医止咳气喘药都是处理咳嗽的受气为主，对结构性咳嗽会相较无效，最好转为结构性治疗，将歪掉的肋骨复位，才能改善问题。生病时看中西医治疗都是可以的，若效果不如预期，就要换个方向思考，真正的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